各位朋友，赖清德当局对于台湾的统派的人士的迫害是愈演愈烈啊！台北地检署近日正式对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提起了公诉，全案牵扯到26人。这个检方呢，以涉嫌诈领助理费、非法输入大陆快筛试剂等罪名，求处高金素梅有期徒刑12年6个月。检调呢还深入追查资金流向，牵扯出横跨两岸的复杂人脉与资金网络。检调怀疑高金素梅可能利用亲属充当人头，在台北市区买卖4大豪宅，涉嫌洗钱与隐匿资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媒体的披露呢，检调在清查高金素梅的资金流向时发现，他的家族名下陆续出现了恋长安、明水大观、领袖大楼以及阳明医会等台北市豪宅的交易记录。其中呢，高金素梅的胞弟被扣呢充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其名下曾经持有恋长安豪宅，在购入约1年半以后，转售给高金素梅的核心幕僚张俊杰的女儿。好家伙，这令人起疑的说是这个张俊杰的女儿购入豪宅时年纪尚轻，公开资料中并无足以支撑高价房产的财力背景，他名下的公司资本额仅150万元，且早期登记的地址是老旧住宅内，与豪宅资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说他已经向检调坦诚，当年是受父亲的请托挂名买房，相关的安排均与高金素梅有关，这样高金素梅隐匿资产的情节进一步升高了。哎呀，求刑12年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这场豪宅的洗钱的疑云中，高金素梅的胞姐高金秋燕也浮出水面，说今年2月检调搜查高金素梅的立院办公室时，出现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插曲。办案人员发现高金秋燕的座位抽屉上锁，办公室人员一度声称该座位仅为志愿工使用的，然而检调调来锁匠强行开锁，竟在抽屉内搜出大量的银行存折、账册及金融资料。知情人士透露说，高金秋燕常年在立院研究室以志工的身份协助行政事务，实际上是高金素梅身边的大账房，被办案人员呢视为掌握资金流向的关键人物。此外呢，高金秋燕还与一名黄姓的钢铁业的人士往来密切，两个人曾共同成立公司，而接手该公司的艺人张琼姿正是高金素梅多年的好友，这些人员公司资金往来高度重叠，高金素梅说是很难置身事外说这个除了经济犯罪疑云，高金素梅的政治路线也备受外界关注。2002年退出演艺圈，步入政坛，高金素梅7连霸当选民代，长期以原住民代言人自居。他坚定的统派立场以及频繁往返两岸的举动，使其早已成了绿营眼中的眼中钉了。说这高金素梅呢，曾经牵线大陆企业捐赠巴士给原住民的部落，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率团表演。2019年，他赴大陆访问，被大陆誉为台湾少数民族的代表。尽管高金素梅坚称自己全心全意的为族人服务，但是民进党的检调认为，他利用两岸交流的名义，可能掩盖了不法的资金运作。面对检方的重刑求处豪宅洗钱的疑云，高金素梅发文悲愤的回应，直言自己无法理解为何5年前救命防疫的人民义举，现在竟会成为被起诉的依据。就是他在大陆引进了那个非典的那种快筛试剂并高呼黑夜一定会结束。但是呢，高金素梅没有对这4大豪宅金流这个进行回应。那这个事情现在看来麻烦还是不少的，朋友们。在台湾方面呢，这个邱毅先生
就对高金素梅案发表了评论。现在已经是6月8号的晚上了，这么晚跟大家做视频，是因为今天心情蛮沉重的。为什么呢？因为绿色恐怖的司法案件又多了一桩了。我的兄弟蔡正元现在还坐着冤狱，在台北监狱里面受苦受难，但是绿色恐怖没有停。今天又有一位我很敬佩的好朋友又被求处重刑，就是高金素梅。两岸的朋友们对高金素梅一定不陌生，他是原住民，但是他在立法院里面他的质询铿锵有力，民进党非常怕他，因为他的质询往往引起极大的声量，对民进党当局产生非常大的杀伤力。很多人在预测高金素梅难免会出事。没错，在前一段时间他曾经被检调10几路大搜索，然后交保候传，而且缴了相当高的罚金。而今天他被台北地检署正式起诉，求处重刑12年半。12年半是以什么罪名来求处他重刑呢？是用诈领助理费、加班费等等的所谓的贪污罪。我别的不说，我单说他在起诉贪污罪里面，让我看得非常刺眼的是其中一条对高金素梅论罪的罪名。他说高金素梅非法从大陆引进了快筛试剂，这个跟贪污有什么关系？可是这个被列为把他求处重刑里面的重中之重，其实就是暗示他在大陆拿了快筛试剂。那我请问了，当时台湾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坐困在岛内的台湾人民，一则没有疫苗，二则没有快筛试剂，人心惶惶啊，不知道怎么办啊。你没有快筛试剂，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预防，所以每一个人人与人间不敢接触了，你知道吗？不敢出门了。台湾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全部停顿了。好，那现在发了高烧，全身发热，这时候有疫苗可以打吗？没有疫苗，只能坐着等死。幸运的人侥幸逃过了新冠肺炎，留下了一身的后遗症。我好多朋友，我这个年纪的没有办法逃过那个关卡，最后丢了命了。我也有很多朋友在新冠肺炎的流行期以后，他的整个肺功能都坏掉了。高金素梅那时候在危急存亡的关头，从大陆引进快筛试剂，他是用赠送的，他们不是为了牟利，他是为了救人，他是为了救当时人心惶惶的社会。可是最后的结果，被赖清德的司法单位，被他的司法爪牙就认定是贪污。我真的搞不清楚，从大陆引进快筛试剂跟贪污有什么关系啊？他又不是卖钱，他是赠送给所有需要的人啊，他是救人于急难之中啊。这种人是应该被大家尊崇、被称颂的英雄人物啊。可是呢，现在被求处重刑12年半，如果最后像蔡正元一样被关了进去，他的一生毁了，没有了。除了高金素梅以外，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中天的年轻的记者叫马德的，把他秘密收押了，秘密侦查了，秘密监禁了，现在甚至没有人知道马德在哪里。在不久前，马德被囚刑17年了，也是重刑。你想想，关了17年，一个年轻的孩子，等他出来，他已经须发尽白啊，他人生的黄金时期已经过了。我看看起诉书的内容，很多的逻辑因果是通不过考验的。可是问题是，官字2张嘴巴啊，随他讲，他说你有罪就有罪，你又怎么办呢？
而且直接认定你就是违反了反渗透法，给你求处重刑17年，让你在台湾不但法律性死亡，你的社会性也死亡了。马德现在如果被放出来，你说这个社会还有他存活的空间吗？他的电视台老板还会用他吗？这些赚了那么多钱的大老板，话讲得很漂亮，但是他会用像马德这样的？不会的，因为他怕惹火上身。最近频频发生类似的绿色恐怖事件，岛内真的叫人心惶惶。其实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种用司法迫害的方式。更要命的是，他在司法上认定你之前，他先跟特定的媒体勾结，然后编了许多罗织的谣言，入你于罪。电视台，尤其绿色电视台，天天骂你，好人也被骂成坏人啊！这就是台湾现在的社会啊！台湾的舆论场就是如此啊！本来说在蓝营的舆论场还能维持一点点的正义，结果呢，来了个赵少康，又来个金溥聪。为什么最近的案子特别的多？有人说了，因为最近赖清德的统治风雨飘摇，支持度低，满意度低，信任度更低。赖清德紧张啊，他生怕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一败涂地啊，他的民进党党主席会保不住啊，他更怕他2028年没有办法连任，因为没有连任，他的若干的现在隐藏起来的罪行就会曝光嘛，他就会跟陈水扁走一样的老路子，所以他就用司法手段强行镇压，让你不敢骂他，让你听话，让你屈从于他。第二个，最近他发现两岸的关系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郑丽文在追求和平，而赖清德呢，却不断的去制造两岸关系的紧张，让台海战云密布，一直到今天，两岸的海警船还在巴士海峡的东沙岛还在对峙，已经对峙了37个小时。郑丽文努力的想要走上和平，赖清德却把两岸要导向战争之途，所以他就在台湾内部要加紧对言论的限制啊，他不准人家讲大陆好啊，说大陆好的人，他就想办法罗织你入罪啊。第三个原因，马上要在厦门开海峡论坛，现在这时候来一个绿色恐怖的大案子，连高金素梅这种大牌的立法委员都可以被罗织成重罪，12年半啊，还有人敢去参加海峡论坛吗？听说台东的县长国民党籍的劳庆林已经被警告了，不准去。我为什么知道会警告？因为我也被警告了，说不能去啊。他就是担心海峡论坛开得热闹会打他的脸，所以用各种的手段制造寒蝉效应，使大家都不敢参加海峡论坛。所以最近几个指标性的绿色恐怖案件一一的爆发，看了真的是心痛。好好的一个台湾美丽的宝岛，现在被搞成这么样的乌烟瘴气。大家要知道啊，过去呢，民进党的检调呢，屡屡以所谓的助理费的名义来针对蓝白，其中包括新竹的高虹安以及严宽恒等。但这种噱头呢，现在在司法检调方面存在很大的质疑空间，不仅没有明确的规定，更多的是检调的主观判断，几乎无法做出明确的实质性的这种法律的事实吧。因此呢，高虹安呢也最终得以全身而退。但现在呢，北检再度重新以此借口针对高金素梅，这除了要影响蓝营在立院的节奏以外，同样有着在县市角逐开始之际制造话题。因为高金素梅虽然是无党籍的民代，但一直以来都是加入蓝营的运作体系的，因此外界都被视为蓝委。现在所谓的民进党的这样的举动，明摆着就是刻意的针对嘛。大家要知道，早在6月3号的时候，绿营就爆出一起莫大的丑闻，那就是绿营的新潮流的大佬吴乃仁逃跑了。此人呢，在担任台糖
期间呢，图利4.5亿元之巨，最终呢仅仅被惩处9个月而已，且仅仅要求追回1.7亿。但是吴乃仁依旧视而不见，反而继续名车代步，甚至是出入高档餐厅。因此呢，台中地院要求北检对吴乃仁进行拘提，但是吴乃仁却提前得到了消息，早已经人去楼空。从这件事儿与高金素梅的事情相比，那么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民进党的双标了呀。吴乃仁图利4.5亿是确凿的事实，也有明确的金流，仅仅惩处9个月。但北检指控高金素梅28年内涉助理费787万，这部分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空间，却被北检惩处12年6个月，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啊，进一步的就是说凸显了所谓的民进党的检调半蓝不半绿，完全是赤裸裸的针对，看到了吗？所以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只有尽快的统一，才能办了他们这帮台独吧。点个订阅，下期再聊。